男人脚踏5条船被发现，为了躲避前女友们的追杀，他只好跑到寺庙躲了3年。在香火经书的熏陶下，他悟了，决定改邪归正，再也不跟女人纠缠了，重新回来打算认真工作，远离女人。但他无论去哪里都能碰到前女友，租个房，房东是前女友；找个工作，上司是前女友；看个电视剧，里面的女1号还是前女友。不仅如此，前女友们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此时的妍希一脸惊诧地看着眼前崭新气派的小区楼，咱们这1个月房租是1000对吧？妍希看着周围豪华的装修，有点不敢相信。旁边的中介李伟强解释了一下，原本这附近规划建设一所国际高中，但后来规划突然取消了，这学区房自然也卖不出去了。地产商为了尽快回笼资金，所以才对外便宜出租的。李伟强带着妍希来到了505号房，妍希跟着进了屋子。屋子里的装修相当不错，家电也很齐全，2室1厅，1个人住绰绰有余。这房子真的只要1000？妍希忍不住再次发问。李伟强点点头，你放心，待会儿房东也会来的。随后他拿出租房合同，您先看看合同，要是没问题，咱们就把合同先签了。妍希接过合同，仔细的翻了翻，看起来确实没奇怪的地方，便签订了合同。那您先在屋子里转一转，我下去接一下房东，以后你的房租交给他就好了。接着他便离开了。妍希走到窗前，心情十分舒畅，自己这运气真是太好了，一回来就碰到了便宜房子，之后要是应聘也能这么顺利就好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外面传来了李伟强的声音，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有些散漫的女生，干得不错，这么快就租出去7套房子了。听到这声音，妍希顿时浑身一颤，她猛地转头看向大门口，一双穿着拖鞋的狱卒率先出现在门口，那人的脚腕上有一个心形胎记。妍希低骂一声，连忙躲进了厕所里。紧接着，房东和李伟强走进了房子里。房东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小美女，穿得很是随意，但那双大长腿十分诱人。房东看了一圈没见人，又疑惑地看向李伟强，人呢？严先生。李伟强大声喊道。这时厕所里传出了妍希的声音，我肚子疼，可能要好一会儿。他夹着嗓子说道，要不让房东留个微信，我之后加他微信就好了。而房东听到妍希的声音后，脸色忽然就变了，你刚刚喊他严先生，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李伟强微笑道，忘了跟您说了，他叫妍希。房东先是一愣，随即哈哈笑了起来，把旁边的李伟强吓了一跳。房东走到厕所门前，敲了敲房门，妍希，别装了，快点出来吧。厕所里只有死一般的沉默，不出来是吧？那你就留在厕所里过夜吧。这一次，厕所里传来了一阵叹息，妍希一脸尴尬地走了出来。房东在看到妍希后，眼中先是闪过了一丝激动，但随即就被怒火吞没了。他咬牙切齿地说道，还真是你啊，妍希，可好巧啊。妍希尴尬地笑着打了个招呼，小双，徐小双，云城大学曾经的校花，也是妍希的5个前女友之一。除了长得漂亮，腿很长以外，徐小双最出名的还是在大学报道时，她是开着兰博基尼进的学校，美女豪车，这让徐小双瞬间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。而妍希那时就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把徐小双追到手。之后的事情比妍希想的容易许多。徐小双家境相当富裕，对她管教也很严格。上大学之前，她就没谈过恋爱，这在妍希这种情场老手眼里，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。果不其然，徐小双不到1个月就沦陷了，成为了妍希的第2个女朋友。那时的徐小双爱极了妍希，恨不得把一切都给妍希。妍希记得，徐小双总是在跟她计划未来，爱得越深，恨意也就越深。在妍希脚踏5条船暴露时，也是徐小双提出要悬赏的，所以要是让妍希选一个她最害怕的前女友，她肯定会选徐小双。此时出租屋内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，徐小双死死地盯着妍希，眼神相当复杂。妍希则尴尬地看向一旁，李伟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默默后退了2步，最终还是妍希打破了沉默。他目光躲闪地看向李伟强，嗨嗨，李哥，刚才我又好好想了想，这房子我还是先不租吧。李伟强懵了，严先生，但是咱们已经签合同呀。妍希听后心中一阵懊悔，早知道就不签了。这时徐小双淡淡地开口，你又想逃吗？妍希的嘴角抽了抽，他只得转移话题，小双，我今天还有急事，咱们改天再聊好吧。但徐小双一把抵住门框，微微一笑，严先生，你已经把合同签了，还以为想走就能走呢。妍希见徐小双不想放过自己，尬笑2声，徐小姐，大不了我押金不要了，等一下，我好像还没付钱呢吧？这样吧，我给你1000块钱押金，这房子我不租了还不行吗？徐小双默默握紧了拳头，可恶的妍希还是跟以前一样巧言善辩。从前他就总是被妍希忽悠的团团转，但现在他不会了。于是徐小双看向李伟强，李哥，要是有人打算违反租房合同，能不能去告他呀？妍希有些吃惊，这小妮子也太狠了吧，租个房而已，有必要上法院吗？果然他还在恨自己啊。确实可以，但通常法院还是只会判扣除押金，一般不会有后续的。徐小双满意的点点头，这就够了。他有些得意的看向妍希，听到了吗？看你这副样子，应该是刚回云城才对，你也不想刚回来就惹上官司吧？随后他松开抵住门框的手，走向了客厅。我也不拦你了，你想走就走喽。妍希尬住了，徐小双说的没错，这个官司虽然很小，但一来一回太浪费时间了。他现在连工作都没着落，这么搞实在是不明智啊。想到这里，妍希瞬间换了一副嘴脸，嘿嘿嘿，这么好的房子，我怎么可能不租啊？他笑着跟上徐小双，我刚刚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，小双？徐小双坐到沙发上，双腿交叠在一起，他抬眼望向妍希，调侃道：“小双，我记得刚刚某人还叫我徐小姐吧？”徐小姐，谁叫的？妍希义愤填膺地说道：“这么叫也太生分了。”
咱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怎么能叫虚小姐呢？虚小双闻言笑了，好呀，那你说说咱们是什么关系啊？这妍希又愣住了，在心里嘀咕，我们俩什么关系你不清楚吗？虚小双看到妍希尴尬的神情，不自觉笑出了声，呵呵，上大学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叫我来着？宝宝。妍希试探性的喊道。此话一出，虚小双只觉心中被猛地抓了一下，她的脸颊就不自觉的红润了起来，赶忙转头看向窗外，结结巴巴的说道：什么宝宝？咱们有那么熟吗？那还是叫小双吧。妍希挠了挠头，不远处的李伟强看傻了，他在心里啧啧称奇。这时虚小双突然看向他，你怎么还在啊？虚总，我这中介费。李伟强试探性的问道。虚小双摆摆手，我之后给你打过去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李伟强赶忙离开了屋子，并贴心的关上了大门。屋子里就只剩虚小双和妍希两人，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虚小双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妍希也有些不知所措，她不会再想怎么砍死我吧？有些惴惴不安的打破沉默。小双，要不我把房租和押金给你转过去？虚小双叹了口气，随后掏出手机，加我的微信吧。这些年妍希怕被找到，已经把联系方式都更换了。妍希拿出手机，添加了虚小双的微信，又在屏幕上按了2下，钱给你转过去了。虚小双连看都没看，便将手机收了起来。随即他起身，好了，严先生，记得以后每3个月给我转1次房租。妍希见状赶忙说道，好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谁说我要走了？虚小双凑到妍希身前，你就这么想让我走吗？迷人的香气钻进妍希的鼻子里，不断的挑逗着她的神经。在寺庙里清心寡欲待了3年，如此漂亮的女人就在眼前，她的小心思又被勾了起来。不行，冷静啊！她深吸一口气后退了一步。小双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离开云城后去寺里待了3年。虚小双眨了眨眼睛，是寺庙吗？对，我现在已经开悟了，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，但我发誓，我真的已经改邪归正了。虚小双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妍希，你真的知错了？知道了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乱搞了。妍希一脸严肃，她之所以这么说，是想让虚小双别再找她麻烦了。但这话到了虚小双耳朵里就变味了。前男友突然说什么我已经改邪归正了，不会再乱搞了之类的，这不就是要求复合的节奏吗？虚小双的心脏突然狂跳了起来，明明她恨不得杀了妍希，但看到妍希后，她还是心软了。不行，要是我随便答应的话，那岂不是显得我很随便？她在做着激烈的心理斗争，于是她脸颊微红的转过头，我可没那么容易原谅你，但如果你表现好的话，我还是可以考虑的。虚小双说的自然是复合的事情，但到了妍希耳朵里就成了另一番意思。果然实话实说是有用的，她已经考虑不再找我麻烦了。妍希在心里想到，于是她赶忙点头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让你看到我的变化。两人虽然在跨服聊天，但也都得到了想要的结果。之后两人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聊，很快天就黑了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。虚小双挠了挠脸颊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妍希顿时松了口气。虚小双有些埋怨的望向妍希，你不是要好好表现吗？都不送我的。送，当然要送。妍希一本正经的点头，假装绅士的给虚小双打开大门，请吧，小双大人。虚小双有些惊喜，要知道从前的妍希可是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看来她真的有在反省了。虚小双咬了咬嘴唇，有些害羞的走出房门。妍希跟在她身后想着，啧，以后这祖宗不仅是前女友，而且还是房东，我可不能再随便惹他呀。他一路将其送到了地下停车场。虚小双走到一辆粉色的迈凯伦 720S 前，这台车300多万吧，这小妮子还是这么有钱。妍希在心里想到。这时虚小双转身看向妍希，我下次还可以来找你吗？妍希很想拒绝，但她明白最好还是别得罪虚小双，当然随时欢迎啊。妍希笑着点头。虚小双满意的轻哼一声，这还差不多，随即便发动了车子。看着车子走远，妍希彻底松了口气，呼，小命总算是保住了。不过这丫头还是跟从前一样漂亮啊。妍希感慨了一句，但她立刻就收起了这个想法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能再想了。第二天妍希起得很早，她今天约了好几场面试，不过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却很残酷。妍希大学毕业后去寺庙待了3年，她的简历只能说是相当难看，虽然早做好了准备，但结果比她预想的还糟糕。接连面试了4家公司都被无情的拒绝了，她十分疲惫的走在大街上，最后一家是个传媒公司，妍希也不抱什么希望了。与此同时，诺星传媒公司里的摄影棚内，一个身着紧身女士西装、脚踩高跟鞋的美女正在对着下属大发雷霆。预约好来拍杂志封面的流量明星临时爽约了。女人发完脾气走出摄影棚，靠在走廊的墙壁上思考着有没有合适的模特。这时面试的办公室门打开，一个身材挺拔的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，他手中拿着皱巴巴的简历，看起来相当沮丧。女人的目光落在了男人身上，她先是一愣，随即猛地直起了身子，有些不敢相信的仔细观察了一下妍希。女人愣在原地，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妍希已经离开了，连忙朝面试的办公室跑去。刚刚你们面试的那人叫什么名字？ HR 们愣了一下，随后面面相觑，好像叫妍希吧？确定吗？女人眼中迸发着光芒。HR 们点头。女人深吸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，还真是你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女人才缓缓开口，去把他叫回来，问问他愿不愿意来咱们公司工作。 HR 们都很震惊，张总，那人的简历太差了。张总摆摆手，问问他要不要做模特。与此同时，妍希垂头丧气地走出了公司，虽然早有准备，但不免还是有些心情低落。他无奈叹了口气，要不还是去送外卖吧。正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，一个声音叫住了他，严先生等一下。妍希转头望去，发现是刚刚面试他的其中一个
的 HR， 有什么事情吗？他有些无精打采地问道。HR 脸上带着公式化的笑容，严先生，刚刚我们又讨论了一下，我们觉得您的条件非常好，您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工作呀？严七一时间愣住了，他没听错吧？对方竟然要给工作，真的？严七眼中亮起金光。HR 点点头，转身走向公司。对，跟我进来吧，咱们谈一谈具体的工作内容。会议室里，严七很是惊讶，模特，随即心中又很是开心，底薪就有8000，而且还有提成和分红，这一个月最少也有1万以上吧？要知道，他面试的市场营销也才6000的底薪啊！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们可以现在就签合同。HR 将劳动合同递给了严七，严七接过来仔细看了看，发现并没有什么坑人的条款，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地签了合同。HR 满意的起身，严先生，今天刚巧有个拍摄项目，您愿不愿意先尝试一下？虽然累，但毕竟刚刚参加工作，还是要积极一些的。严七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，跟着 HR 一路来到了的摄影棚。HR 推开大门，我把人带来了，你们看看怎么样？话音刚落，屋子里一群人围了上来，身高大约185左右，身高很符合，长相也很好，十分符合这次的要求，简直完美啊！不愧是张总挑选的人，他们的工作总算是保住了。严七被他们的热情吓到了，别害怕。为首的中年摄影师笑着伸出手，我叫钟馗，以后咱们肯定还会有很多合作的。严七跟他握了握手，我叫严七。摄影师点点头，随后就被一群人拉到了灯光之下。HR 见状悄悄退出了摄影棚，一出门就看到处在门口的张总，他赶忙打招呼，张总，人已经签完合同在拍摄了。张总点点头，随即悄悄打开了摄影棚的房门。屋子里，严七正有些笨拙的在摆着姿势。张总见状轻轻咬了咬嘴唇，露出了一抹小女人姿态，臭严七，回到云城也不来找我。由于严七是第一次拍摄，经验严重不足，等到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。严七疲惫坐在椅子上，这个工作比他想象中的要累太多了。这时一名职员走到严七身边，严老师，张总叫你去他的办公室一趟。张总，严七有些疑惑，职员点点头，对，是咱们公司的总裁，他想要见一见你。好，虽然他很想赶紧回家睡觉，但既然领导在召唤，那还是要过去一趟的。人情世故这块必须拿捏。严七跟着职员来到了一间办公室门前，随后便离开了。严七走到门前敲了敲门，进来吧。屋里传出一个女声，严七听到这个声音感觉有些熟悉，但又觉得自己想多了，挠了挠头开门进去。张总好。严七满脸堆笑的喊道，一张老板椅背对着严七，工作还适应吗？适应，多亏了领导的赏识啊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回云城的？我是昨天回来。严七说到一半就停下了，他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张总怎么知道他是回云城的呢？这时张总转了过来，昨天才回来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怪你了吧。严七看到张总的模样，整个人呆住了。张雨薇，他不敢相信的惊叫出声。看到这张脸，严七回忆起了许多曾经的事情。张雨薇，他曾经的前女友之一，也是严七心中最为愧疚的人。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是大2上学期的一个雨夜，那天他想去看电影，结果他的女朋友们都有要紧事，于是严七独自一人跑去看电影。由于是夜场，除了严七以外，就只剩下旁边的一个女孩了。那女孩就是张雨薇，她那时穿得很简朴，但也掩盖不了她好看的五官。当时的严七可是妥妥的渣男海王，看到美女的第一反应就是上去要个联系方式。张雨薇一开始还十分警惕，但在严七的巧舌如簧下，她最终还是卸下了防备。两人在电影院里聊了很长时间。与徐小双的显赫家世不同，张雨薇的家庭相当困难，平时都是打各种兼职养活自己。在打工期间，她喜欢上了摄影，书上说看电影对学习摄影很有帮助，所以张雨薇就经常晚上来看电影，因为夜场的价格更便宜。闲谈中，两人逐渐熟络了起来。虽然严七是个渣男，但也是个认真的渣男。张雨薇喜欢摄影，那严七就恶补了大量有关摄影的知识。之后两人还经常一起相约看夜场电影，一起讨论有关摄影的事情。一来二去的，两人就在一起了。当时他们的感情相当好，严七还送了张雨薇一台单反，虽然只是入门款，但当时张雨薇还是感动的哭了很长时间。与严七不同，张雨薇的爱意相当专一，对她来说，既然爱上了严七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。那时张雨薇每天都沉浸在幸福的幻梦之中，但幻梦最终还是破裂了。大4毕业那年，脚踏5条船的事情曝光了，严七记得很清楚，当时张雨薇是第一个找到他的前女友，但张雨薇既没有哭也没有闹，她只是给严七赚了一些钱，并让他赶紧离开云城。你快点走吧，他们是真的想杀了你，尤其是那个女人，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，但咱们还是分手吧。这是张雨薇对严七说的最后2句话。明明已经被严七伤透了心，但张雨薇还是协助严七逃跑了。此时严七死死地盯着张雨薇，眼前的张雨薇的变化实在太大了，一点没有了之前青涩的感觉，此刻的她妥妥的一个女强人形象啊。严七一时有些语塞，薇姐你还认识我呀？张雨薇笑道，我还以为你这个大渣男已经把我忘了呢。严七低下头，我怎么可能忘啊？那你回云城怎么不来找我呢？张雨薇起身走到严七面前，我的手机号从没换过，而且我也不是你那几个前女友，又不会想着杀你。严七叹了口气，把他在寺庙待了3年的事情全告诉了张雨薇。薇姐，我知道我以前很渣，但我现在真的想改邪归正了。严七十分认真地说道。张雨薇听后有些诧异，随即轻轻笑了起来，哈哈哈，怪不得他们找不到你，原来你去当和尚了呀。严七无奈地摇摇头，想笑就笑吧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做什么我都能接受。他对张雨薇是真的愧疚。张雨薇眼中闪过一丝不忍，我没有笑你了。张雨薇拍了拍严七的脑袋，
看到你平安无事，我也算是放心了。张雨薇比妍希大2岁，她很喜欢拍妍希的头。时间也不早了呢。张雨薇看向窗外，妍希这才反应过来，糟了，云城的地铁几点停运来着？好像是晚上11点半吧。张雨薇看了看手机，现在已经11点40了呢。妍希闻言捂住额头，算了，我还是打车回去吧。张雨薇略作思考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妍希赶忙摆摆手，不，我打个车就好了，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还怕我吃了你啊？张雨薇一把抓住妍希的胳膊，走吧。妍希也只得跟着张雨薇出了办公室。此时公司里就只剩下他们2个了。张雨薇看着空旷的公司，转头看向妍希，怎么样？我这公司还不错吧？妍希点点头，有些感慨，短短3年就做成这样，一定很辛苦吧？张雨薇咬了咬嘴唇，这些年她听过无数人的夸奖，但却从没人关心她辛不辛苦，这让张雨薇想起了妍希陪在她身边的日子。当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累不累啊？要不还是休息一下吧，别把身体熬垮了。果然你还是你啊！张雨薇小声喃喃道。2人一路来到地下车库，看着眼前的黑色宝马，妍希有点吃惊，这才过去3年了，张雨薇就开上这么好的车了。上车后，张雨薇问好地址就出发了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小区门口，送到这儿就行了，我走进去就好。妍希解开安全带打算下车，这时张雨薇突然说道，我能上去坐吗？妍希猛地转头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跟你聊一聊而已。她赶忙解释道，既然领导都发话了，那她这个做下属的也不好拒绝了。好，不过我家里还没怎么收拾，没事，正好我可以帮你。随后2人便上楼了，但妍希没发现的是，在车库的角落里停着一辆粉色的迈凯伦，而另一边505号房门口，薛小双正手里捧着一个饭盒，蹲靠在墙壁上。这个混蛋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他有些气愤地跺了跺脚。今天下午，他把行李搬到了对面的507号房。薛小双打算以后就住在妍希对面，为了给妍希一个惊喜，他还亲手做了点饭菜。结果都12点了，妍希还没回来，这个狗男人不会又跑出去鬼混了吧？想到这里，薛小双只觉一阵火大，算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薛小双有些失落的打算返回507号房，但这时不远处电梯门打开了，一男一女有说有笑的从电梯里走了下来。一时间，薛小双看着眼前的2人，脑子飞速转动。张雨薇当初5个前女友联合追杀妍希见过几面，薛小双对张雨薇的印象很深。当年他们讨论该怎么报复妍希时，只有张雨薇表现的心不在焉。薛小双当时就看出来，张雨薇虽然失望，却并不想报复。后来妍希逃跑了，他们就没再见过了。妍希2人听到薛小双的声音都被吓了一跳，在看到薛小双后，妍希只觉冷汗冒了出来。靠，这小祖宗怎么在这里啊？妍希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下尴尬了，对面也是他的前女友，旁边也是他的前女友，老天爷啊，你是想搞死我吗？妍希在心里叹了口气。旁边的张雨薇也认出了薛小双，她有些不满地看向妍希，哎呀，某人不是说昨天才回云城吗？怎么小女友就已经找上门了呀？妍希赶忙摆摆手，你误会了，听我解释。还没等他说完，薛小双已经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好你个妍希啊，你昨天还信誓旦旦地说不会再乱搞了。他一把抓住妍希的衣服，这才过了1天，就把女人领回家来了是吧？妍希摇摇头，不是这样啊，那是怎么样啊？薛小双和张雨薇异口同声地问道。妍希只觉压力扑面而来，一个前女友已经够可怕了，2个凑一起更是让人窒息。妍希深吸一口气，指向薛小双，这位是我目前的房东，昨天租房刚巧碰到的。他随后指向张雨薇，这位是我工作时的老板，今天找工作时刚巧碰到的。虽然听起来有点离谱，但确实都是巧合，我真的没有乱搞啊，真的。薛小双有些疑惑地问道。张雨薇也陷入了思考，妍希今天找工作确实是巧合，真的，我对天发誓好不好？妍希竖起3个手指，我要是说谎，出门被车撞。好了，张雨薇大声打断了妍希的话，没必要为了这种小事发毒誓。接着他看向薛小双，妍希说的是真的，今天他确实是碰巧被我招进公司的，我送他回来也只是因为加班太晚，地铁停运了而已，是吗？薛小双咄咄逼人地问道。那有必要送到家门口吗？张雨薇闻言笑了笑，就算抛开我和妍希曾经的关系，我们也算是老熟人，这么久不见，想要聊聊天也很正常吧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倒是你啊，你作为他的房东，大晚上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总不能是来收房租的吧？张雨薇看向薛小双手中的饭盒，薛小双被对得哑口无言，他只得嘴硬道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眼见情况有些不对，妍希赶忙说道，好了，说清楚是误会就行了，咱们也别在走廊里扰民了，有话还是进屋说吧。张雨薇略带挑衅地看向薛小双，今晚我要和妍希聊聊天，房东要来吗？来就来，我也有话要聊。薛小双毫不示弱地看了回去，一旁的妍希有些无语地想到，就没人问问我的意见吗？妍希3天前从寺庙出来时，寺里的住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，严施主，您命里犯桃花，今后还请不要再重蹈覆辙了。您放心住持，我以后一定离女人远点。妍希再三保证，但这才过去3天，事情已经脱离正轨了。此时妍希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左边坐着他的前女友薛小双，右边也是他的前女友张雨薇，这情况实在太尴尬了。妍希率先打破沉默，咱们也没必要非得挤在一张沙发上吧，我不嫌挤，这样就挺好的呀。张雨薇摇摇头，薛小双轻哼一声，那我也不嫌挤。随即屋子里再次陷入沉寂。天啊，谁来救救我呀？妍希无奈地捂住额头，3年过去了，他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些什么了呀。于是他只能硬找话题。对了，你们饿不饿呀？要不我订点夜宵。听到这话，薛小双想起了自己做的饭，他把饭盒递给妍希，有些害羞地看向一边。今
天做饭做的太多了，送你一点啊。妍希接过饭盒，你不会从下午一直等到现在吧？怎么可能？徐小双大声辩解道，我只是碰巧路过而已，你可别多想啊。好吧好吧，这丫头还是跟从前一样。这时一旁的张雨薇突然问道，要喝啤酒吗？不是说要吃宵夜吗？烤串加啤酒怎么样？妍希赶忙摇摇头，啤酒就算了，要喝。徐小双有些兴奋地喊道。张雨薇也不顾妍希的意见，好，那就来点啤酒吧。说完在手机上一顿噼里啪啦，我记得你酒量很差吧？张雨薇拍了拍妍希，喝一瓶就醉的那种。提到这件事，徐小双也附和道，对对对，我记得他有一次喝醉了，还哇哇大哭来着。还有这回事。张雨薇也来了兴趣，徐小双掏出手机，嘿嘿嘿，我这儿还有照片呢。别，妍希想要抢手机，你怎么还留着呢？徐小双坏笑一声，一个高抛将手机扔给了张雨薇。张雨薇一把接住手机，照片上的妍希满脸通红，抱着徐小双的腰正在痛哭。张雨薇顿时笑出了声，妍希少见的害羞起来，黑历史这种东西实在是太羞耻了。张雨薇将手机递还给徐小双，接着她拿起自己的手机，我这也有几张真品，要不要看？徐小双连忙凑了过去，随后两人一边指着手机大笑，一边聊起了各种八卦。女人这种生物，一聊八卦就能忘记一切。不过妍希反倒是轻松了，聊八卦总比剑拔弩张强啊。过了一会儿，外卖来了，3箱啤酒，还有一大包的烤串，三人一人一箱搬进屋里。临走时，外卖员意味深长笑笑，哥们儿保重身体啊，留下一脸懵逼的妍希。饭桌上，徐小双喝了一口凉啤酒，好久没痛快的喝啤酒了，他满足的靠在椅子上。张雨薇也给自己倒了一杯，畅快的喝了下去。那今晚就多喝点，你这人其实还挺不错的嘛。徐小双笑着举起酒杯，我敬你一个。就在两人畅饮时，妍希默默打开了徐小双给的饭盒，饭盒里面是京酱肉丝盖饭，是妍希上大学时最喜欢吃的东西。她拿起筷子尝了一口，熟悉的味道充满口腔，一时间妍希有些恍惚了，这让她仿佛回到了大学时。那时徐小双就总是给妍希做吃的，好吃吗？徐小双试探性的味道，我好久不做了，不知道味道还对不对啊？妍希笑着点点头，跟以前一样好吃。那当然。徐小双得意的轻哼一声，妍希心中有些愧疚，当初徐小双对她那么好，但她却丝毫不珍惜，只顾自己爽了。她拿起桌上的一罐啤酒，打开后猛地灌了下去，随着一瓶酒下肚，妍希的脸瞬间红了起来。哎呀，你喝不了就不要喝嘛。张雨薇赶忙将酒瓶拿到一边，妍希只觉头昏脑胀。小双，薇姐，是我对不起你们，我不是东西。她迷迷糊糊的给了自己一巴掌，十分响亮，这可把张雨薇二人吓到了。徐小双一边拉着妍希的胳膊，你疯了吧？别拦着我！妍希甩开了徐小双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们道歉，我也不奢求你们原谅我，但你们以后要是碰到困难就来找我妍希一定赴汤蹈火。在妍希又胡说八道了一通后，她突然头一歪睡着了，两人合力才将妍希搬到了床上。张雨薇温柔的给妍希盖上被子，拍了拍她的脑袋，真是的，本来还想跟你聊一聊的。一旁的徐小双看着张雨薇的举动，突然冒出来一句，你还喜欢他吗？张雨薇惊诧的看向徐小双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她先是摇摇头，随后又点了点头，最后叹口气，我不知道，但至少我不恨他。张雨薇转头看向睡着的妍希，眼中满是温柔。我以前的梦想是当摄影师，是妍希给我买了第一台单反，也是她一直鼓励我要坚持梦想。如果不是她的话，我恐怕还只敢在打工之余偷偷做梦的吧。张雨薇摸了摸妍希的头发，所以无论她做了什么坏事，我都不会怪她的。说完又看向徐小双，至于男女之情吗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徐小双眼中闪过一丝低落，随即眼神又坚定起来。我直说了吧，我还喜欢妍希。张雨薇惊讶的睁大眼睛，当初不是你最恨她吗？出钱最多追杀她。徐小双咬了咬嘴唇，没错，我现在也恨不得杀了她，但这不冲突。总之这一次我不会再让她跑掉了。张雨薇笑了笑，这小子还真是艳福不浅啊。不过你要警惕的不是我。什么意思？张雨薇看向窗外，这个小渣男当初可是脚踏5条船啊，我记得他们也没离开云城吧。而且张雨薇站起身回到桌子前，端起啤酒一饮而尽。那几位也没我这么好说话呀。徐小双也拿起一罐啤酒，反正不管是谁，我是不会输的。张雨薇笑笑拿出手机，加个联系方式吧，公司里我看着他。徐小双也掏出了手机，两人暂时达成了同盟。第二天妍希醒来时已经中午12点，她只感觉身上沉甸甸的压着什么东西，低头看去大吃一惊，只见徐小双正趴在她身上睡觉。妍希有些慌张，她只记得自己喝了一瓶酒，不会做什么破色戒的事情吧。她先把徐小双移到了一旁，正要去卫生间解放一下。与此同时，浴室的门打开，张雨薇裹着一条浴巾从浴室里走了出来。妍希顿时紧张的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看了。张雨薇调侃道，你害羞什么呀？又不是没见过。妍希不好意思的试探性的问道，我昨晚没做什么吧？哎呦，可真是个小渣男，昨晚你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了。妍希大吃一惊，看着妍希的表情，张雨薇捂着嘴憋不住笑了，哈哈哈，看把你吓的，你睡得那么死。放心好了，什么都没做。妍希顿时松了口气，现在好不容易生活安稳下来了，她可不想再被女人追杀了。张雨薇凑上前来，听起来你很嫌弃我吗？妍希嬉皮笑脸的挠了挠头，薇姐，我就是庆幸自己没乱搞。一阵阵沐浴露的香气钻进妍希的鼻孔里，再加上那绝美的容颜，让妍希的心有点乱了，赶紧念上心经将邪念压下去。张雨薇回正身体，好了，不跟你闹了，我回公司处理事情，给你放1天假，明天来报道吧。随即她转身回到浴室，换好衣服准备出门时，又转过头来，妍希，可不要趁我不再乱搞哦。妍希无奈的笑笑，哈哈，我才不会。张雨薇离开后，妍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原本杂乱的屋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这一看就是张雨薇做的。薇姐还是跟从前一样啊。妍希感叹道。等她洗完澡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徐小双也
也醒了，他迷迷糊糊的揉了揉眼睛，看了一眼妍希，妍希，看来我又在做梦了呀。徐小双又躺了下来，妍希见状笑道：“看来你这酒量也不怎么样啊。”听到这话，徐小双瞬间清醒，他猛地坐起来，怔怔的看着妍希，突然又想到昨晚和张雨薇说的话，捂着脸羞耻的叫起来：“好丢脸啊！”妍希捂着耳朵摆摆手：“别叫了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呀。”张雨薇呢？徐小双看向四周，他没跟你说什么吧？他已经回公司了。妍希又想了一下，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吧，就只是调戏了一下自己。徐小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我昨晚睡着之后，你们都聊什么了？妍希有些好奇。徐小双坏笑着，聊了很多，比如要不要趁你睡着捅了你这个渣男。妍希感觉后背一凉，以后还是别喝酒了吧，再把小命搭进去。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小双好看的脸上，妍希站着他背后，用梳子给他梳理着头发，这样差不多了吧？徐小双照了照镜子，满意的点点头，挺好的。这3年没少给女人梳头发吧？别闹，我这3年都是跟和尚相处的。徐小双起身捏了捏衣角，有些紧张。你下午有事吗？有啊，我下午得去公司。徐小双皱起眉头。张雨薇那女人不是给你放1天假吗？那我也要去啊，毕竟刚参加工作。妍希拍了拍胸口。徐小双撇撇嘴，本来还想约妍希去看电影的。行吧，那我回家了。妍希本来想说送她，没想到徐小双径直走到对面的房子，打开了房门，回眸一笑，这么近不用送了吧？看着妍希呆愣愣的，什么时候搬过来的？随即又说道：行，那你要是有什么麻烦，就过来敲敲门。徐小双一愣，他原本以为妍希会排斥呢，有些害羞的点点头。那你如果有需要，也可以敲我的门哦。说出来的一瞬间，感觉有歧义，又补充一下，我说的是正经需要，这不解释还好，一解释更歪了，还能有不正经的需要啊？妍希调笑道。徐小双的脸蹭的一下就红了，他一把掐住妍希的腰，在妍希的求饶声中松开手，冷哼一声走进了507，还不忘留下一句话：别忘了你之前怎么说的，不许在公司乱搞。说罢直接关上了房门。妍希摸着被拧的地方，这小妮子宁人还是这么疼啊。收拾完后，妍希就动身去了公司，在路上各种思考如何在同事面前介绍自己。公司楼下一阵吵闹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一大群女的正围在公司楼下破口大骂，手里还举着牌子。妍希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，观察了一阵才知道这群人是一个名叫周耀文的明星的粉丝，本来该给这个明星拍的封面，结果给了一个走后门的新人，而这个走后门的新人名字和自己的一样，也叫妍希。忽然妍希冒出一身冷汗，不会就是昨天晚上的拍摄吧？合着这群人要找的就是自己。他刚要偷偷溜走，不料人群中一个人喊了一声：快看，那个人不就是粉丝群发的叫妍希的人吗？此话一出，所有人拿出手机比对溜走的妍希，果然是他。下一秒就像来不及溜走的妍希涌了过来。等一下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周文耀啊！妍希慌忙解释，但这话反而火上浇油了。你连哥哥都不认识，骗谁呢？饭圈女粉丝们怒火更盛了，他们甚至拿出手机对着妍希一阵乱拍。大家快看啊，就是这个人抢了哥哥的工作，他就是那个走后门的，怕不是这家公司老板的姘头吧？一看就是，这家公司老板也不是好东西。他们2个狼狈为奸。听到这话，妍希脸色阴沉下来，骂他就算了，骂张雨薇是真的没法忍。妍希一把推开跟前的饭圈女，咬牙切齿的骂道：在他们胡说八道，老子撕烂你们的嘴！饭圈女们先是一愣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恶毒的辱骂。妍希不再忍受，一拳打上去，180斤的体重直接砸到了身后饭圈女身上，一倒一大片。饭圈女们吼道：你敢打女人？姐妹们上啊！一场战乱打响了。此时的张雨薇正悠闲地坐在办公室里，对她来说，这群粉丝闹事已是家常便饭，没什么可在意的。她正翻看着昨晚偷偷拍的妍希的照片，还挺可爱的。门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张总不好了，下面打起来了。张雨薇毫不在意，打就打呗，等会警察来了让警察处理就是。他们打的是妍希。张雨薇蹭地站了起来，慌张地跑了出去，快去叫人，让所有人下去救妍希，完全没有平时从容不迫的姿态。当他冲到公司楼下时，警察也终于赶到了，但张雨薇眼里只有不远处的妍希，她的鼻子在出血，额头也被人打伤了，身上衣服也破了，到处都是被抓闹的痕迹。不过那群饭圈女被打得更惨，10几个大胖子倒在地上不断哀嚎。妍希看见张雨薇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就被警察押进了警车里。张雨薇看到这一幕，只觉得心如刀绞。妍希坐在候问室的椅子上，捂着脑袋，她感觉现在后悔极了，不是后悔打人，而是后悔给张雨薇添麻烦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波及到墨星传媒。就在她自责时，一个警察带着张雨薇走了进来。张雨薇快步走上前来，捧住妍希的脑袋，紧张的左看看右看看。放心吧，我没事，就是一点小伤。妍希摸了摸额头的伤口，张雨薇稍微松了一口气，接着又抓住妍希的肩膀吼道：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要跟他们打架呀？我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妍希愣了，她还是第一次见张雨薇发这么大的脾气。就算3年前她脚踏5条船曝光的时候，张雨薇也只是埋怨了她几句。果然这家公司对薇姐很重要。妍希心里叹了口气，薇姐你别生气，回去你就发声明说我是咱们公司的临时工，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把我开除就行了。张雨薇听得有些懵，刚想解释，门外走进来一个警察要带妍希去审问室，张雨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妍希被带走，而这一走就是7天没法见面。最终妍希因为打架斗殴被行政拘留了7天，而那些被抓的饭圈女也同样是7天，手机都被上交了。妍希最后看了一次新闻，她打人的事情已经上了热搜，在一些营销号的手段下，妍希已经成了彻头彻
彻尾的大恶人。与此同时，云城市中心的一座大厦今晚要举行一场慈善晚会。这时，一辆黑色的保姆车缓缓停在了大厦门口。原本还在拍其他明星的记者们纷纷将手里的相机对着了保姆车。是裴柳丝吧？没错，没想到他也来了。看来今晚的牌面很大嘛。记者们小声讨论着。一名助理帮忙打开了后车门，随即一条修长的美腿踏出了车厢，紧接着一个长相绝美的女人走了出来。女人身着一身高定礼服，凸显出了她傲人的曲线。摄影师们疯狂地按下快门，其他的明星此刻仿佛成了陪衬一般。裴柳丝对着摄像师们挥了挥手，随后便提着裙摆走进大厦之中。摄影师们纷纷感叹自己的作品即将热门。另一边，裴柳丝走进大楼电梯，她的女助理也跟了进去。刘姐，今晚的热搜第一不出意外还是咱们的。裴柳丝能一直这么火，一方面是因为她自身的实力，另一方面则是她掌握了大量的媒体资源。这时助理将手机递给裴柳丝，对了姐，您看看这个。裴柳丝毫不在意地扫了一眼，好像有人当街打了周文耀的粉丝。助理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。裴柳丝顿时来了兴趣，有意思，还真有人敢惹那群疯狗粉。他接过手机轻笑道，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裴柳丝死死地盯着视频。小李，知道打人的这个男的叫什么吗？裴柳丝看向助理，刘姐，这人叫严七，是墨星传媒旗下的一个男模特，好像是昨晚刚入职的。助理如实汇报道，现在因为打架斗殴已经被警方拘留了。裴柳丝只觉双腿一软，差点倒在地上。助理惊慌地搀扶住裴柳丝，刘姐您没事吧？要不要休息一下呀？裴柳丝大口喘着粗气，眼中闪烁着狂热。休息？我好得很啊。在沉思片刻后，他立即对助理说道，通知下去，今晚有关我的热搜都不要上了，让咱们手下的所有媒体都去挖周文耀的黑料，还有我要刚刚打人视频的原版视频。助理彻底懵了，刘姐您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裴柳丝眼中是滔天怒火，我要让周文耀死，立刻马上。与此同时，镜湖家园小区里，徐小双正在厨房开心地做土豆炖牛肉，这是妍希第二喜欢吃的菜。一想到妍希吃到他做的饭后露出满足的表情，徐小双就不自觉地笑出了声。就在这时，口袋里的手机发出提示音，徐小双拿出手机一看，是张雨薇发的，手里的铲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他连忙给张雨薇回过去电话，迫不及待地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张雨薇叹了口气，随即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徐小双没再说什么，挂断了电话。周文耀是吧？他眼神淡漠地看着手机，随即徐小双再次拨通电话，爸，我要你帮我个忙，今夜注定不会平静。此时的肇事者周文耀正躺在豪宅的沙发上，这个对外号称单身的优质偶像，怀里却趴着一个50岁的老女人，这是他奇怪的爱好。他满意地看着手里的手机，大声嘲笑着无知的网民，自己躺着就能名利双收了。想到这里，周文耀亲了一口怀里的老女人，走，今晚好好陪陪我。第二天，周文耀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，他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，不耐烦地喊道，不是说早上别给老子打电话吗？你他喵老年痴呆了？电话那头的助理慌张地喊道，耀哥不好了，咱们要完蛋了，现在你的黑料已经满天飞了，各路代言纷纷要解约啊。听到这话，周文耀只觉一颗原子弹在脑中爆炸，挂断电话，打开微博，一瞬间无数弹窗涌了上来，热搜榜第一就是周耀文和老女人的词条。周文耀疯了似的点开热搜，他和老女人的各种照片赫然出现啊！周文耀大喊出声，完了，热搜榜共50个热搜，而光他一个人就占了32条，这可能是他人生的巅峰时刻了，不过却是反向巅峰。周文耀双眼无神地看着那些热搜，最醒目的一条还是周文耀粉丝打人事件反转，上边附带完整视频。一夜之间，妍希从一个可恶的加害者变为了楚楚可怜的受害者，拘留所里的日比妍希想象的要好很多，7天很快就平安过去了，直到警察通知他可以出去了。这7天里，他想清楚了，自己绝对不能连累张雨薇，打算出去在网上发个视频，把所有罪行全都认下来。妍希大步走出派出所，刚走出大门，一大堆记者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。来得好啊！妍希在心里喊道，省得我上网发视频了。其中一名记者大声提问道，妍希先生，关于7天前那件事情。还没等记者说完，妍希一叉腰喊道，没错，全是我干的，主要是因为我看那个流量明星不顺眼，我就是故意要搞他。此话一出，记者们的脸色都变了，不是妍希想象中愤怒的神情，而是钦佩的眼神，仿佛在看英雄一般。妍希呆愣了，有点不对劲啊！就在他疑惑之际，一辆黑色宝车疾驰而来，停在门口处。张雨薇打开车门，挥挥手。妍希见状，心中一喜，扒开眼前的记者，直接跳上车。张雨薇立刻踩油门离开了警局。妍希靠在椅背上松了一口气。薇姐，刚刚那群记者像是发神经了似的。张雨薇看了妍希一眼，满是温柔地说道，他们没有发神经，你现在可是网络上的大红人了，黑红也是红是吧？妍希自嘲道。张雨薇把车停在路边，你打开手机看看吧，现在情况可是跟1个星期前不一样了。妍希云里雾里地打开手机，她的眉头逐渐皱了起来，看了一会，她不敢置信地看向张雨薇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她进拘留所之前还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怎么才过去1个星期，她的风评就好起来了呢？张雨薇就把这1个星期的事情告诉了妍希。妍希一脸惊讶，这也太巧了吧，自己刚被抓进去，后脚对方的黑料就全被爆了出来。就在他思考的时候，张雨薇眼眶湿润地看着他，我看完整视频了，你是不是因为他们骂我才跟他们打起来的？他眼泪汪汪地看着妍希，眼中满是心疼。妍希挠了挠脸，他们当时说话太难听了，薇姐你这么努力还被他们那样说，所以我就……张雨薇闻言眼泪流了出来，她能感觉心脏在飞速跳动，就仿佛回到了3年前一样。妍希小声安慰道，其实也没什么了，现在事情
情都解决了不是很好。还没等他说完，张雨薇已经一把搂住了他的脑袋，随即颜七只觉嘴唇被柔软包围。过了一会儿，张雨薇缓缓放开了颜七，她有些害羞地看向一旁，走吧，我带你回公司。颜七被亲猛了，虽然他的初吻早就没了，但这也是他这3年来第一次被亲。张雨薇随即再次发车，她偷偷瞄了颜七一眼，在心里想到，抱歉了小双，果然我也还是放不下颜七。颜七都忘记自己是怎么回公司的，他满脑子都是张雨薇的吻。虽然以前这是家常便饭，但3年的禁欲生活，一个亲吻就搞得颜七心神荡漾的。对不起住持，我又破戒了。颜七在心里忏悔道，明明说好了再也不近女色，结果不到10天就破戒了。旁边的张雨薇更是大脑一片混乱，她偷偷看了颜七一眼，发现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，这是什么表情？开心生气？我不懂啊。张雨薇有些抓狂。就在2人胡思乱想时，车子已经抵达了公司停车场。颜七深吸一口气，还是决定问一问薇姐刚刚。嘘，张雨薇突然严肃地让她静声。她此刻正十分紧张地望着公司门口，顺着她的视线看去，那里停着一辆白色的保时捷，这是谁的车呀？颜七有些疑惑。张雨薇用力捏了捏方向盘，随后她转过头，小七，你先去会议室待一会儿。薇姐，这到底是谁的车呀？颜七再次问道。张雨薇摸了摸颜七的头，你先听姐姐的，之后我会告诉你的。颜七只好点点头。张雨薇把颜七带到一个会议室里，接着便独自一人上了2楼。只见办公门口挤满了员工，他们焦急地向里面看去。别挤啊，让我先看。哇塞，真的好漂亮啊，比照片还要好看。她怎么会来咱们公司啊？这时张雨薇的声音响起，不上班都挤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员工们转过头来，看到面色不善的张雨薇，迅速散开回自己工位上。张雨薇深吸一口气，开门进去，只见一个女人坐在她的老板椅上，穿着虽然普通戴着一个鸭舌帽，但那近乎完美的五官和身材却显得那么耀眼夺目。果然是你啊，裴柳丝。张雨薇看着女人，眼中满是警惕。裴柳丝笑了笑，好久不见张雨薇，我也不废话了，颜七在哪？2个女人看着对方，空气中仿佛要摩擦出火花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张雨薇才开口，我不会让你见他的，你不让。裴柳丝面露愠色的起身，她走到张雨薇面前，眼中露出杀意，你有什么资格阻拦我？你也只是颜七的前女友而已。张雨薇毫不示弱地说道，就算我跟颜七不是男女朋友，我也是她的姐姐，作为姐姐，我不能让神经病接近她，尤其是你这个神经病。张雨薇如此排斥裴柳丝，不是因为吃醋，而是真的感觉裴柳丝很危险，她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。裴柳丝听到这话，不仅没有生气，反倒是轻蔑一笑，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吗？就你这家小破公司，我随时可以让它倒闭。张雨薇丝毫不惧，随便你，反正我手里也有你不少的料，大不了老娘跟你爆了。裴柳丝死死地盯着张雨薇，顿了会，只能示弱，我不会伤害颜七的。张雨薇冷哼一声，表示不相信。裴柳丝低下头，随即小声地抽泣了起来，呜，我求求你了，就让我见他一面吧，我真的很想他。泪水划过他那张绝美的容颜，让他又多了一分凄柔的美。别说是男人，就算是女人见到也会被其魅惑。但张雨薇仍旧冷冷地看着裴柳丝，别装了，这招对我也没用。她很清楚眼前这女人的本性，一切都是她演出来的。果不其然，裴柳丝的哭声瞬间停止，她一脸淡漠地抬起头，擦了擦脸上的泪痕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转身走到窗户前。原本不想用这招的，这都是你逼我的哦。随即她拿出手机拨通电话，叫他们都过来吧。张雨薇警惕了起来，你要硬闯吗？裴柳丝摇摇头，我不会做那么粗鲁的事情，来看看吧。张雨薇立即走到窗边向外望去，随即她睁大双眼，只见10几辆新闻车从4面8方赶了过来。裴柳丝笑道，要是不小心被记者们知道颜七是我的前男友之类的，你说会发生什么呢？张雨薇愣住了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必定会引起更大的轰动，有些疯狂的粉丝肯定还会线下报复颜七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她不敢相信地看向裴柳丝，你这么干，你自己也会被反噬的。裴柳丝露出了有些癫狂的笑容，我无所谓，到时候我俩被万人唾弃，他就只能和我在一起了，哈哈哈哈。张雨薇被按住了命门，她不能看着颜七的人生被毁掉，最终她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我会让你见他的。张雨薇带着裴柳丝来到1楼会议室门前，就在里面。张雨薇指了指大门，眼看裴柳丝就要进去，张雨薇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腕，进去之前我要先做个安检。张雨薇面无表情地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探测仪，在裴柳丝身上扫了2下，滴滴滴，安检棒在扫过裴柳丝的细腰时发出了警报声。裴柳丝不爽地咂了下嘴，接着从腰后掏出了一把细长的匕首。在屋里待着的颜七可看到门开了，进来的人让他大吃一惊，柳丝。颜七有些不敢相信地喊道。裴柳丝关上了大门，接着如同饿狼一般冲向颜七，他猛地将颜七扑倒在地，强行将脑袋埋进了颜七怀里。颜七哥哥，颜七疼得他龇牙咧嘴的，人家好想你哦，你想不想人家吗？裴柳丝抬起头眨了眨眼睛，此刻的他如同换了个人，仿佛一只小猫似的。颜七点点头，想你啊。裴柳丝脸上的表情再次改变，他死死地盯着颜七，那为什么你3年前要离开我呀？裴柳丝双手紧紧抓住颜七的肩膀，你是不是已经厌烦我了？是因为我不够漂亮吗？还是因为那4个臭女人？你说呀。他的眼底满是疯狂，但颜七却丝毫不害怕，他反而有些怀念。哎，果然你也没什么变化呀。颜七拍了拍裴柳丝的脑袋，原本已经陷入癫狂的裴柳丝，在被拍了脑袋以后，又瞬间变回了小猫形态。呜呜啊呀，坏蛋！裴柳丝委屈地哭了起来。颜七给他擦了擦眼泪，这就是他第3个前女友裴柳丝，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女人。